在他使用第二次巨兽斩之前呢，我们也成功切换到我们的凤凰来去切挡这一个伤害啦。那么在这一边呢，我们的一发软劲就把对方的这一个剑王呢给带走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伟哥，欢迎回到我的频道。Pokemon Go 的对战联盟一直以来都是大部分的玩家的噩梦，主要是很多玩家很难赢下这个对战，并且顺利的达到2000积分，也就是 Ace Rank 或以上。其实并不是你不会玩这个对战联盟，而是你还没有了解几个 PVP 重要的这个概念与技巧。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将会教你几个非常重要以及实用的 PVP 技巧，好让你可以顺利的拿下比赛，并且更加稳定的冲上2000积分，也就是 Ace Rank 以上。所以马上进入我们的主题吧 ，Let's go！ So before 我们开始讲我们的这个技巧之前，我非常推荐各位想要玩对战的玩家们，可以去浏览 PVPoke 的网站。它会提供很多我们的这一个对战相关的信息。当你点进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它会记载着不同主题杯的宝可梦排行榜，它会给你知道哪一些 Pokemon 是在这一个主题杯里面非常强力的。除此以外，你也可以在这边看到不同宝可梦的推荐招式以及它们的优点以及缺点。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在这里，它有一个组队功能，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宝可梦放进这个队伍里面，你把你的队伍填入他们的队伍列表里面过后，你可以从这一边得到这个网站给你的队伍的整体的评价，你就更加容易去分析到底你的这个队伍有什么样的优势以及劣势。在你的队伍对上一些主流宝可梦的时候呢，到底呢会赢还是会输？除此以外呢，也会提出一些你的队伍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潜在风险。所以如果你还不会使用这个 PVPoke 的话，你一定要记下来哈。第一个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技巧就是 Overfarm， 简单一点理解就是当宝可梦有了足够能量可以开技能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马上去开招。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宝可梦呢，在面对到下一只宝可梦的时候呢，它有更多的能量可以更快的去开它的技能。这个做法一般都是在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把对方的宝可梦送下去的时候，可以有多一些能量，好让我们有这个先手优势，可以更快的去打开这个技能。那么第二个技巧呢，就是考丁木。这个技巧其实主要呢就是去计算对方宝可梦小招的次数，去判断以及预判到底对方他们几时呢会使用这个技能。这个技巧呢，在高阶玩家里面呢，他们呢有把大部分的这个宝可梦的技能表给全部背下来。打个比方呢，就像是剑王苍翔，他使用7次的金属爪才可以使出一招金身战，或者是他需要使出8次的金属爪，他才可以使出一招的巨兽斩。当然要大家把所有的宝可梦的这个技能给记下来呢，是比较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可以记下一些比较主流的宝可梦，好让我们可以找到对方出招的时机，以及做出一些适合的一些判断。所以第三个技巧呢，就是修备，也就是把对方的盾骗出来。一般上呢，我们呢在遇到一些宝可梦的时候，可能我们要使用的这个技能呢，它需要的能量比较多，所以呢，在我们已经把能量给储存好的情况下，我们先用一些低能量的这个招式，把对方的盾给骗出来先，然后呢，在对方没有盾的情况下，我们才把高能量并且有效的伤出在对方的身上，去把对方的这个宝可梦给拿下来。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对战呢，你都需要使用这个修备的。使用这个修备主要呢要看我们当下的局势以及使用的这个时机啦。因为我看到太多的这个玩家呢，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使用修备，所以呢就会导致他们白白浪费这个能量，使用一些并不是很有效的这个伤害打在对方的宝可梦身上。这个呢，基本上呢，就把你的这个能量以及把你的这个机会呢红手让人啊，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动作来。那么第4个技巧也是我非常常用到的技巧，也就是 catch move。其实换一句话讲呢，就是切挡。在我们知道对方出招时机以及对方会使用的招式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后排切换一些有抗性的宝可梦呢去接招。这个技巧可以让对方呢直接浪费掉他们的这个能量以及招式，让我们在这一局对战呢有更好的能量优势，也就代表说我们会有更加多的这个机会，可以比对方出更加多的这个技能，并且拿下这个比赛。做这个技巧呢，一般上呢也可以用在当我们的后排
有一些残血宝可梦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对方要出招的时候，把这个残血宝可梦切换上来，并且让它去承受这个技能，这可以帮我们省下一个护盾，或者是在我们没有护盾的时候，它可以作为这个护盾去保护我们现有的宝可梦。这是大部分的高阶玩家呢会使用的一些做法。所以以上就是我们在对战的时候的一些主要的技巧。在每一场 PVP， 我们都应该要去思考，到底要使用什么样的策略才可以拿下这个比赛。就好像是我们应该要留我们的这个护盾给哪一只宝可梦，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技巧，哪一只宝可梦呢，在我们的队伍是非常关键的，以及哪一个对位呢是必须要保住的。当你有掌握这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么你要冲上这个2000分呢，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太难的一个事情来的。OK，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实测看看刚才我们所讲的一些技巧。那么这个队伍就是韦德在近期的对战联盟所使用的大师联盟的队伍，它有我们的这个燕白九雷姆、露娜雅拉以及凤凰。这边的配招基本上我都列在这个地方好的，你们也可以把这一个组合呢抄下来。所以第一局呢，我们对线到的就是妖精系的这个 Zenas。妖精系的 Zenas 在我们的大师联盟里面呢比较主流啦，主要是因为它本身对这个龙系招是有抗性，除此以外呢，它有近身战，所以当它在对到那些钢系宝可梦像是剑王的时候呢，它也比较有这个优势。所以在计算了它的这个小超的这个技能过后呢，我们就马上切换我们的这一个露娜雅拉来进行切挡，把它这个招式呢给吃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露娜雅拉在把它的这个招式给挡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开护盾，主要是因为这个近身战对露娜雅拉呢，基本上它并不会造成太大的这个伤害，所以对方就白白浪费掉了它的能量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对先遇到了这个凤凰。凤凰其实它的这个技能是最容易被计算的。主要呢是因为呢，它一次燃尽基本上所产生的能量，它只要使用我们的这个随着3次燃尽，它可以使用1次勇脑门弓，4次燃尽可以使用1次神圣之火。所以呢，当我们在对线到凤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更加容易通过这个 counting move， 也就是计算这个对方的小超的这个招式，来进行以及安排我们下一只上场的这个宝可梦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凤凰来对上对方的这个土地云啊。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先使用这个勇鸟门弓，在对方没有护盾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直接对它造成大量伤害的。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随着对局第一局呢给拿下来了。所以这一局呢，对方使用的就是帕鲁奇亚。所以在我们双方都使用龙息的情况下，因为九雷姆的坦度比较高，所以呢，在我们双方互相平 A 的过后呢，可以看得到对方的这个帕鲁奇亚残留下来的这个血量呢，基本上会比较少啦。在这里我们会先使用个交错火焰。第一点，我们可以偏盾，即使我们偏不了盾呢，对方也没有办法在续好这个随着亚空列斩的这个情况下呢，被我们的龙系呢给带走。So， 在这边对方他使用了下一只宝可梦，也就是这个西施海润啊。所以我们成功的把对方的一个盾骗出来了过后呢，我们就马上切换这个露娜雅拉，而对方他也跟着换到这个随着布拉多呢来跟我们的这个露娜雅拉呢进行对线。在这边，因为我们的露娜雅拉呢，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宝可梦，因为在这里啊。无论是对方他的这个布拉多使出什么样的招式来讲，他对我们的露娜雅拉并不会有太过直接有效的伤害，但是对方的这个断崖之间呢，基本上他的这个随的伤害量是非常的大的啦，所以我们的露娜雅拉呢在这边呢红血了过后呢，我们就马上就讲说换到这个随的这个我们的凤凰呢来对线对方的这个西施海刃。在这里需要提的一点就是呢，虽然我们的这个凤凰它是火属性。但是对方的西施海润呢，它的这个所谓的快招呢是撒娇嘛，撒娇对火属性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在我们有护盾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确保我们可以用护盾把对方的这个加农水炮给挡下来的情况下呢，其实使用这个凤凰的这个勇鸟猛攻呢，更加容易可以把对方的这个西施海润给送走。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呢，把对方的这个所谓的西施海润呢给带走了。GG。So 这一局呢，对线到的就是一个非常主流的宝可梦，也就是剑王苍翔啦。剑王苍翔呢，它使用8次的这个金属镯呢，它将可以使用1次巨兽斩；以7次的金属镯呢，它是可以使用1次的金身斩。所以在它使用第一次那个所谓的巨兽斩之前呢，我们成功把我们的交错火焰呢给开了出来。
那么呢，在使用了一个护盾过后，在他使用第2次巨兽斩之前呢，我们也成功切换到我们的凤凰，来去切挡这一个伤害啦。那么在这一边呢，我们的一发软劲就把对方的这一个剑王呢给带走了。对方他在这里，他也把他的第2只宝可梦，也就是这个水的盖欧卡呢给拍了出来。我们的凤凰在对到对方的这个盖欧卡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属于比较大的劣势的。所以在我们使用的这个勇鸟猛攻，把对方的一个护盾呢给使用出来过后呢，基本上我们的这个凤凰也算是完成它的任务了。接下来我们使用这个露娜亚拉来去跟我们的这个水的这个盖欧卡对线。那么对方呢，他也马上切换到这一个暗黑的这个九雷姆。OK， 在他切换这个暗黑的九雷姆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谁的这个后排已经蓄好能量的这一个这个焰白九雷姆呢使出来，并且使用了一发交错火焰，把对方的最后一个盾呢给骗了下来，并且成功使出了我们的这个谁的极寒冰焰。所以极寒冰焰一出来呢，基本上对方的这一个暗黑九雷姆呢，基本上就是直接拜拜了哈。然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呢就使用我们的这一个谁的露娜亚拉。对上对面的这一个盖欧卡，也成功在我们的这个露娜亚拉被送走之前呢，我们开了最后一发的这个暗影球。那么呢，并且在这一边呢，就是险胜了这个对手。那么在这一局呢，我们对线到的就是巨鲸怪。巨鲸怪其实它的小招拧爪呢，对我们的这个九雷姆来讲呢，基本上还是有一点伤害的啦。只是呢，好在因为我们的九雷姆本身呢，它就非常的贪，所以它在这里呢，基本上受到的伤害呢，也不会讲说太严重。然后在我们使用了交错火焰过后，我们就马上切换我们的这个凤凰呢，来去吸收对方的这个彗星拳。那么对方呢，也不甘示弱，他马上使用这个帕洛奇亚来兑现我们的凤凰。不过在这边，我们的凤凰已经蓄有足够的能量，在发了一发这个勇鸟猛攻过后呢，基本上我们的这个随着这个凤凰呢，顺利的把对方的一个护盾呢给使用了出来。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凤凰的这个工作呢，就已经算是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使用我们的这一个露娜亚拉来兑现对方的这个帕鲁奇亚。那么在有盾的情况下呢，其实我们的这一个露娜亚拉呢，它在兑现这个帕鲁奇亚的时候呢，会更加有优势啦。所以在我们使用了这个暗影球过后，我们就直接切换我们的九雷姆，使用龙息把对方呢给拿下来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对方呢有一个盾，我们有一个盾嘛，所以呢，我先使用这个交错火焰，把对方的最后一个盾呢给逼了出来。那么接下来在这一边呢，before 对方在出他的技能之前呢，我也成功的把我的第2个交错火焰呢给使出来了。你可以看得到，在这边提供的伤害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接下来在对方已经有足够能量的情况下，我并没有开盾，因为我本来是想说，就是先把他的一个精神战给接下来先，然后之后第2发当他在使用这个巨兽斩的时候呢，我才去使用这个护盾。那么没有想到呢，在吃了对方的一个精神战过后呢，对方呢他就直接果断就是讲说退出这个对战了啦。所以基本上呢，在这一边呢，就把我们的这一个对战呢给顺利拿下来了。希望通过这支影片，大家可以学到一些 PVP 相关的一些使用技巧，以及通过这个实测可以知道到底我们这些技巧在什么时候适合去使用。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你，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点个赞，并且打开订阅。那么想要看到我更多更新的消息的话呢，请记得打开我们影片下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吧，拜拜。